公元前210年7月20日，秦始皇在沙丘病逝。那么他的身后事是怎么处理的呢？秦二世即位后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沙丘之变及秦二世登基。秦始皇病逝在沙丘，距离咸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李斯担心，一旦公布了秦始皇的死讯，时间久了恐怕会引发天下大乱，便和赵高商议，密不发丧，等回到咸阳再行公布。在这期间，赵高便劝说李斯，不如篡改诏书，让胡亥继位，但遭到了李斯的反对。赵高就问李斯，无论是在才能、所建立的功勋，还是谋略，以及获取扶苏的信任，你觉得哪一条你能比得上蒙恬？李斯回答说，那我都比不上。赵高便说，那么既然如此，只要扶苏即位，必定会重用蒙恬，你自己的结局还不够显而易见吗？李斯再三权衡之后，便答应了赵高，一起谋划立胡亥为太子。随后他们又用秦始皇的名义给扶苏写了一份诏书，指责他多年来不仅不能开疆拓土，还使大量的士卒伤亡，并且还多次上书诽谤父皇，经常抱怨不能返回咸阳当太子。因此扶苏是个不孝之子，赐给宝剑让其自裁。而蒙恬不但不纠正扶苏的过失，还一起参与扶苏的图谋，也为臣不忠，让其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后，也自行了断。接到诏书后，蒙恬觉得不太正常，可能有诈，就让扶苏写奏折再确认一下。但在使者的多次催促下，扶苏最终选择了自裁。蒙恬不肯就范，使者便将他交给官吏治罪，囚禁在扬州，并让李斯的舍人担任护军，然后回报李斯和赵高。胡亥听说扶苏已死，就想将蒙恬给释放了。而此时蒙毅也代替秦始皇外出祈祷山川神灵回来了。赵高就一再地劝说胡亥不能放过蒙氏兄弟，于是蒙毅也被逮捕了，囚禁在代郡。秦始皇的车队按照之前的既定路线继续行进，为了不让尸体腐烂，将它放在能调节冷暖的粮车中，由最信任的宦官在车内陪乘。每天还是按时上餐，百官奏报的事务也和过去一样，由宦官从车里接手和批复。至于秦始皇的死讯，只有胡亥、赵高、李斯以及5-6个信任的宦官知道。秦始皇的车队穿过井陉，去往九原郡。当时正值酷暑，从装载秦始皇遗体的粮车里不停地散发出恶臭。为了掩盖这种味道，李斯便指示随从官员购买了1担的鲍鱼，装入车中，混入车队，借鱼的腥味混淆腐尸的气味。之后秦始皇的车队便从秦直道抵达咸阳。回到咸阳后，李斯便发布了秦始皇去世的消息，并且宣布了胡亥继承皇位的诏书。胡亥顺利继位，即2世皇帝。胡亥继位后，便开始了对兄弟姐妹的大清洗。在咸阳的事上，一次就将12个兄弟集体砍头，枪血喷射，触目惊心。之后又在渡游的刑场上，将6个兄弟和10个姐妹活活地碾死，血肉狼藉，惨不忍睹。公子姜驴和其他2个兄弟实在编不出什么罪名，就把他们囚禁在内宫，让赵高逼他们自尽。公子高见兄弟姐妹们都已经惨遭毒手，自己也难免一死，就上书秦二世，说他愿意为父皇在骊山脚下陪葬。秦二世便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并且还赏赐了10万钱，让他去骊山殉葬。至此，秦二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已被诛杀殆尽。清除完兄弟姐妹，就该轮到文武大臣了。在赵高的怂恿下，对所有不听话的大臣大开杀戒。他先是派使者去代郡，逼迫蒙毅自尽，之后又派人到扬州逼蒙恬自杀，蒙恬也服毒自尽。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杰为了避免遭受羞辱而死，也选择了自尽。就算对于李斯这个原来的盟友，赵高也不放过。他找了3条罪证诬陷李斯。李斯知道后也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，可是胡亥根本不信，还将李斯的书信给赵高看。赵高看完之后，知道他和李斯要争个你死我活了，他就进一步罗织罪名，继续诬陷李斯。最终胡亥下令将李斯逮捕，并且交给赵高审理。赵高就对李斯用尽酷刑，逼李斯认罪。李斯无法忍受酷刑的折磨，只能屈打成招。
公元前208年，也就是胡亥即位的第2年，李斯被处以极刑。先是情面，就是在脸上刺字；其次是缢刑，就是割掉鼻子；紧接着砍断双脚，之后再腰斩；最后是海，就是剁成肉酱。这是当时最为残忍的处死方式，叫做锯五刑。李斯的家人也同时被杀。之后，赵高就将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在重要岗位，是朝中要职，遍布赵高的党羽。除了清除异己，胡亥即位后还继续征调大量的农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地。之后又调动5万士卒来咸阳守卫，并让各地向咸阳提供粮草，而且规定运送粮草的人禁止吃咸阳周围300里以内的粮食，必须自带干粮。全国各地的农民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外，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，常年的积怨最终导致了各地民变四起，大秦帝国摇摇欲坠。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，此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，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末农民起义之陈胜吴广起义。公元前215年，秦始皇派遣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，之后就征调几十万民夫修建万里长城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南征百越，之后动员30余万军民驻防岭南。公元前212年，秦始皇又动用70余万人，要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阿房宫。2年后，秦始皇驾崩，秦2世登基。秦2世登基后，又从全国征调几十万囚徒和民夫，一部分继续去完成秦始皇陵墓的建造，另一部分继续建造阿房宫。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不过2000多万，而自从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前后被征发去筑长城、守岭南、修阿房宫、建秦始皇陵以及各种劳役的人数，合起来差不多有200-300万之众。在极短的时间里，耗费如此大的人力和财力，无休止的劳役赋税，逼得百姓怨声载道，人民的负重也已达到极限。公元前209年秋，也就是秦2世继位的1年后，朝廷在阳城地区征发了900名民夫到渔阳去戍边。这些民夫由2名县尉押送，县尉又从这些民夫中挑选了2个人，封他们为屯长，管理其他民夫。这2个人，一个叫陈胜，阳城人，字涉；一个叫吴广，阳贾人。就这样，这个900多人的小队伍就从阳城出发，前往渔阳。此时正是7月的多雨季节，一连几天天降大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行进缓慢。在走到大泽乡的时候，他们预估已经不能如期到达渔阳了。按照史记记载，如果超期到达，按律当斩。陈胜和吴广就商量说，我们到达了是死，逃跑了也是死，还不如一起起义，推翻暴秦，大不了也是一死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于是他们就开始筹划起义。首先，他们用朱砂在白绸上写下“陈胜王”3个字，偷偷地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，等戍卒将鱼买回来，就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。到了夜里，吴广又在附近的古庙里点燃篝火，模仿狐狸的声音叫道：“大主星，陈胜王。”这番操作是为了在戍卒里形成起义是天意所为的假象。紧接着第2天早晨，吴广就故意说要逃跑，以激怒县尉。县尉果然鞭打吴广，还拔出了佩剑。吴广见机奋起夺剑，杀死了县尉，又在陈胜的帮助下合力杀死了另一个县尉。之后便在王侯将相引有种乎的呼喊下，用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宣布起义，号称大楚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平民起义。陈胜任命自己为大将军，吴广为都尉，起义军以袒露右臂为标志。他们的第一仗是进攻大泽乡，攻克后再攻打祁县，紧接着又进攻至赞、谯、苦这等区域，全部取得了胜利。就这样，他们一面进军，一面不断地补充兵员，扩大队伍。等起义军到达陈县的时候，已拥有兵车600-700辆，骑兵1000多，部族数万人。此时，陈县的郡守和县令刚好都不在，只有留守的郡城领兵与起义军交战，结果兵败身亡，起义军顺利地占领了陈县。
在这里，陈胜召集了地方豪杰以及三老前来议事，在他们的支持下，陈胜自立为王，国号张楚。站稳脚跟后，陈胜便派出了5路大军四面出击，扩大战果。第一路为北征军，以武臣为将军，邵遭为护军，张耳、陈馀为左右校尉，率军3000北攻赵地。第二路为南征军，以楚人邓宗为将军，向南攻取九江郡，也就是原来楚国的故都寿春。第三路为西征军，以魏人周福为将军，向西攻取魏地。第四路东征军，以广陵人邵平为将军，向东攻取吴越之地。这4路军都属于偏师，目的是扩大地盘。而第5路则是陈胜的主力军，以攻取咸阳为目标。他将主力又分为2路，第一路以吴广为代理王，田臧、李圭等诸将跟随，向西攻击军事重镇荥阳。荥阳此时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，原因是秦国统一天下之后，在荥阳西北的鳌山上建立了关东总粮仓鳌仓，这是秦军在关东所有军事行动的粮草后勤补给站。第二路以楚人宋刘为将军，率领偏师经过南阳，靠近武关，从侧翼配合吴广大军。各路起义军出发后，都在攻城略地，进展非常顺利。只有最重要的一路进展受挫，就是吴广率领的主力进攻荥阳城，久攻不下。荥阳的守将是李斯的儿子，三川郡守李由，他竟然以1城之兵拖住了吴广率领的主力大军。陈胜意识到，起义军人数虽多，但真正懂战争的将领并不多，需要重用有战争经验的大将。于是周章进入了陈胜的视野。周章字文，曾经跟随项燕参加过10几年前的秦楚之战，并在20几年前还做过楚国国相春申君的门客。陈胜给了他大将军印，让他率领一支军队绕过荥阳，攻打函谷关，直插秦朝的心脏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秦军的主力被吴广、宋刘等人牵制着，所以周章这一路基本没有碰到像样的抵抗，反而沿路还不断的有民众加入。等到函谷关外，周章的大军已经增加到数十万人。函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，当年6国几次合纵伐秦，纵使伏尸100万，也没有一次能够攻破。秦国正因为有了函谷关，才能进，可逐鹿中原；退，可闭关自保。然而这一次，曾经挡住过庞涓、赵武灵王、孟尝君、廉颇、赵奢、信陵君等先秦历代名将的千古雄关，竟被一个无名之辈的周章给轻易地攻破了。原因竟然是函谷关上根本就没有秦朝的重兵把守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问题出在了咸阳宫。此时秦朝的起义队伍已经是遍地开花，关外早已烽火连天，而咸阳宫里却依旧是歌舞升平。秦二世登基后贪于享乐，就将朝政都交给赵高把持。告急的文书一封接着一封的涌向咸阳，但都被赵高给秦二世说成是小股的盗贼，不足为虑。后来凡是从关外送来起义军消息的信使，赵高都以欺君之罪加以处决。之后朝堂之上再也没有人敢讨论起义军的事了。不能解决问题，就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。此时周章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冲进了函谷关，一路杀到了咸阳城外数十里的细地。但此时咸阳周围只有5万中卫军，而且又没有要塞可守，想要阻挡住周章的几十万大军，根本就是以卵击石。而从其他地方抽调秦军回防都城也根本来不及，大军已经打到了细地，而咸阳周围只有5万中卫军防守，咸阳城以及大秦帝国已经走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双方的局势。他就是秦始皇陵的监工少府令章邯。他对秦二世说：“今贼众势大，且已破，要发进献之兵，恐不及矣。骊山意图甚多，臣请赦之，尽给兵器，使臣率以出击，当可退贼。”秦二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同意了章邯的提议，让他从70万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宫的刑徒中挑选精壮者，发给武器，抵抗周章大军。很快，章邯就组织起了一支几十万人的刑徒军，经过简单的训练和动员，便大举朝细地杀来。
这是自秦始皇统一6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，双方投入的兵力近100万，声势极为浩大。然而，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却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就分出了胜负。章邯率领刚刚组建的刑徒军冲向细地，周章的几十万杂牌军就四散奔逃了。周章自己则只带着少数人马逃出函谷关，退守曹阳城。章邯取胜后也没有乘胜追击，因为这些刑徒军出发后就不停地有人开始逃跑。章邯花费了近2个月的时间整顿军务，之后才打开函谷关，浩浩荡荡地朝关外杀来。周章败退后向陈胜请求支援，陈胜连忙命令武臣前去增援。因为之前陈胜派出去的4路偏师，武臣这一路的发展是最好的，他只靠区区3000人渡过黄河，一路上不攻而降城，不战而略地，传檄而千里定。这时他已经坐拥燕赵之地40余城，属下兵马10多万。然而他发展好了之后，就想脱离陈胜吴广。他先是自立为赵王，然后兵分3路继续扩大地盘。他派韩广领兵攻击燕地，李良进攻常山，张衍攻击上党。而且武臣自立为王之后，其他将军们也都纷纷效仿，有的是自立为王，有的则扶持原来6国的宗室为王。对于陈胜的命令，已经没有几个人再听从了。武臣的部将韩广在平定了燕地后，脱离了武臣，被原来燕国的贵族拥立为燕王。另一个部将李良攻克常山后，又被派遣攻击太原。李良的部队到达10邑时，秦军已严密地封锁了井陉，无法去往太原。于是他准备带兵返回邯郸求援。在回邯郸的路上，他遇到了喝醉了酒的武臣的姐姐，并且羞辱了李良。李良之前就受到了秦军的诱降，本来还在摇摆，又受此羞辱，他决定叛变。于是他派人追杀了武臣的姐姐，之后又率军袭击邯郸。邯郸方面猝不及防，武臣、少骚被杀，张耳、陈馀侥幸逃脱，立原来赵国的宗室赵歇为赵王。李良则投降了章邯。东路军的周福平定魏地，一直攻打到狄县。原齐国的贵族田丹则率众杀死其地的秦朝官员，自立为齐王。之后反击周福，周福退兵。周福转头向西继续平定魏地，之后拥立魏咎为魏王，他被任命为国相。南路军的葛英平定了九江后，立襄姜为楚王。至此，原来6国的旧贵族都冒了出来，纷纷建国，抢夺胜利果实，而陈胜、吴广这些起义军的首倡者则反而被边缘化了。陈胜此刻还坐在陈县的王座上，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。因此，被围困在曹阳城内的周章也不可能再等来援兵了。孤军奋战了近2个月之后，曹阳城被攻破。周章又带着几千残兵溃退到秦赵边境的渑池。10几天后，周章在绝望中自杀身亡。灭掉周章后，章邯将矛头指向了吴广率领的大军。此时，吴广军的内部也矛盾重重，暗潮涌动。原因是吴广掌权之后变得心高气傲，不得人心，属下大将就开始离心离德。周章失败后，田臧和李圭等人就捏造了一份陈胜的圣旨，处死了吴广。几天后，陈胜接到了吴广的人头，虽然感觉到悲哀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赐田臧为上将军，代替吴广继续统军。田臧掌权后，便命令李圭率领少量兵力留在荥阳城牵制理由，他自己则亲率全部精兵向西迎战章邯。章邯已经补充完了粮草，以逸待劳，迎战田臧。等到田臧的大军一到，转眼间就被章邯的刑徒军给击败，田臧战死。之后，章邯便率领刑徒军扑向荥阳。李圭听说田臧已经战死，也丧失了信心，率领剩余兵力仓皇应战。章邯身先士卒，亲自率领一支精锐冲锋陷阵，永不可挡。城内的李由见援兵已到，也率领守军倾巢而出。在两面夹击下，主将李圭战死，余部也被迅速扫清。至此，被围困了将近半年之久的荥阳城终于被秦军占领。章邯和李由2支秦军主力胜利会师。荥阳之战胜利后，章邯便率领全力进攻陈县。陈胜亲自率领起义军与秦军展开激战，
虽奋力拼搏，终究未能挽回败局，被迫退到下城父。在这里，他准备重新聚集力量，继续做反秦的努力。但没想到，陈胜却被自己的车夫庄谷给杀害了。至此，陈胜吴广起义彻底失败。从大泽乡开始谋划起义，到称王立国，再到兵败被害，前后经过不过半年而已。虽然他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他点燃起来的反秦烈火却已烧遍了整个大秦帝国。原来的六国都纷纷地开始重新建国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刘邦、项羽等人也开始起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